贵妃终究是妾，还望母亲助力女儿嫁入东宫，做未来天子之妻。天子已老，可江山未定。我和沈瑶明明一起死在了那场宫宴，我怎么会回来？我重生了，回到及笄那年进宫的时候。前世我和庶妹同日出生，只因她额间自带一枚凤尾胎记，便被众人认定是天国凤命。母亲将庶妹精心教养，反将我弃在别院。及笄那年，庶妹被父母送入宫中为贵妃，享万千尊荣，而我则被塞进东宫，做了太子姬妾。后来庶妹因插手朝政被陛下厌弃，贬为庶人，而太子表面却待我如珍似宝，事事呵护，其实暗地里却是个衣冠禽兽。宫宴之上，本应身在冷宫的庶妹乔装出逃，在花荫之下与我同归于尽。太子身后势力盘根错节，将来必定继位大统。父亲母亲，只有女儿入主东宫，家族才有望兴复啊！这些话，沈瑶，看来你也重生了。母亲，求您不要送女儿去东宫做姬妾。瑶儿才是我的女儿，你的性子实在不像我，连命格都如此普通。重来一世，太子，我是万万不会再嫁了。至于沈瑶，她既然喜欢，那我便拱手相让。太子与为父的确相处甚可，可圣上毕竟还身体康健，若你能入宫诞下皇子，岂不是更稳妥？不，即便女儿能生下皇子，可她长大也需时日。这中间若是有什么变故，那我们这些年的筹划岂不是满盘皆输？天国奉命，这胎记总不会出错，可这奉命究竟指向何处？父亲，我们家并非只有我一女，还有阿姐，让阿姐进宫选秀，我来嫁太子，好不好？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永远只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置换的筹码。好，便依瑶儿所言，让福儿进宫参加圣上的选秀，瑶儿全力筹谋东宫之位。姐姐性子闷，想必陛下会喜欢的。阿姐，宫里的水深，你可得仔细些，别到时没爬上龙床，反而折了性命。妹妹也一样，东宫那位太子的脾性，妹妹既然选了，就一定要受得住。我自有我的造化。这一去，便是刀山火海，沈家从此与我再无瓜葛。论及父母的爱，我终究还是比不过他。前世我替你入地狱，你却在宫中享尽富贵。这一世，你主动投奔地狱，我便去寻我的活路。可是，即便知道结果，为何心还是会疼？入宫并非一定会做妃子，嬷嬷放心，凭着我的聪明才智，说不定还会得一个女官。傻孩子，女官自古也没有几个，小姐生的这般美貌，想来必是为妃的命。当今天子并非贪图美色之人，他励精图治，要的一直都是江山安乐。前世我在东宫受难时，曾听闻他最厌后宫干政。小姐，那宫里……大小姐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我长这么大，母亲一共只单独见过我3次。第一次是我出生，她一眼便厌恶我；第二次是我7岁，她嫌我木嫩客亲；如今这是第3次，想必是教导我进宫后该如何舍命去辅助沈瑶那位未来的皇后吧。
瑶儿是奉命，此乃定数，无论何时，你都不可与他相争。你生来平庸，饶是我们费力将你送进宫中，想来也只能做个低位的嫔妃。平庸？母亲啊，你又何尝知晓，我4岁便能诵经读章，5岁就能出口成诗。在乡下那几年，我研习医术，救治穷苦百姓，数位医者都夸我天资聪颖，生性良善，可您的眼中却从未有过我。记住，你是姐姐，入宫后你要事事以瑶儿为先。好，母亲，我答应进宫，也算是偿还了您的生育之恩。这一拜，谢母亲生身之情，此后，女儿便不再欠您了。欠沈家的，前世用命还了；欠母亲的，今晚也清了。我进宫那日只提了一个要求，那便是将嬷嬷送回老家，以金钱赡养。嬷嬷，这些金银您收好，回老家后寻个安静的院子安享晚年，莫要再为我操心了。小姐，老奴这一走，您在宫里可就真的是孤身一人了，老奴舍不得您呐。您抚育我10数年，在我心里，您便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只要您平安，我在这宫墙之内便再无软肋。今日这场宴席，京中权贵云集，瑶儿你可得好好表现，万不可出了差错。母亲放心，女儿心中有数。太子选秀也近在面前，想来他们是在为此谋划。阿姐，嬷嬷送走了，妹妹预祝阿姐入宫后能扶摇直上，一生荣华。多谢妹妹吉言，我也祝妹妹心想事成。快走吧，今日你的事最重要。荣华不荣华我不知晓，我只知道，沈瑶，你的路注定是走不长了。太子生性狂暴，表里不一，既然你抢着要做他的正妻，那我便耐心等着，看他人之刀如何将你一步步逼上绝路。选秀开始，众人随我进宫。沈家嫡女沈父上前听选。这就是沈家那位，听说沈家有凤女，也不知是不是她。看着极为普通。朕听闻沈家有天国凤女，沈父，抬起头，朕想听听你对这传言有何见解。沈瑶一直宣扬自己是凤命，如今陛下当众发问，若答不好，便是有欺君罔上之嫌；若认了，便是将沈家架在火上烤。回陛下，传言止于智者。哦，那你为何不敢抬头？竟然是他！没想到当今陛下是我曾经在山林间无意中救下的和煦叔父。真的是《神农本草》里记载的九节清空？糟了，天黑前赶不回别院，嬷嬷该急疯了。这荒山野岭，怎会有受如此重伤之人？
国忧人心怀惧，治水方术为国为民，医者仁心，亦是如此。你我该是同道中人。他认出我了，但这里是金銮殿，不是当年的草庐。天子喜怒，向来不表于人前。谣言止于智者，天国奉命不过是民间谣传。古人曾说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臣女一家不敢以奉命自居，只愿略尽绵力，为陛下万民分忧。难为你小小年纪能说出这些。沈清教女有方，朕当嘉奖。沈父想要什么赏赐？今日朕便满足你。臣女不求位分，不求金帛。臣女愿入太医院，从末位女官做起，研习医术，为宫中贵人尽心，为天下苍生趋吉，还望陛下允准。女官，医术，仅此。入太医院做个没名分的末位女官，守着那些药材过活，这便是你要的赏赐？回陛下，臣女此身所求，仅此便足矣。这种贱民看的外术，也配出现在姑的寝宫？不，那是顾姬。姑最喜青楼女子，但用惯了也觉得无趣。只有你这种端庄烈女做起房中秘书，姑才极爱。把衣服脱了，给姑献舞。若敢停下，偏愿那个老嬷嬷和你的贴身侍女，明日便乱棍打死。前世的屈辱历历在目，我被萧氏一践踏尊严，沦为玩物。这一世，我宁可在药炉前坐穿冷船队，也绝不由入那金丝笼半步。也罢，朕准你所请。传旨，沈家嫡长女沈父，天资聪颖，赐入太医院为医女。臣女谢主隆恩。殿下，钦天君都说了，这凤尾印记才是天命所归。那沈父入宫也不过是个卑贱的医女，哪里比得上瑶儿一心辅佐殿下？奉命，既然是奉命，那便让姑瞧瞧，你有什么本事能保住沈家的富贵？姑娘，这都快3更了，您怎么还不歇着？咱们才入宫第1天，太医正大人们还没给派活呢。既然做了医女，便要对这些药草了如指掌，早些熟悉，总归没坏处。公公，沈医女，圣上有旨，宣你乾坤殿见驾。微臣领旨。微臣拜见陛下。此处只有你与朕，还要做这些虚礼吗？礼不可废，臣女如今已是宫中女官，理应遵守规矩。规矩？3年前，她是落难的叔父，我是乡野的草医。如今，她是执掌乾坤的帝王，我是如履薄冰的医女。这中间隔着的是万丈深渊。当年在山中草庐，你同朕争论药理时，可从没提过这些规矩。那是臣女无知，冲撞了圣言。哼，无知？沈父，你真是将朕哄得不轻。在这金銮殿上，你倒是比在山野里规矩得多。臣女当日流落乡野，处境艰难，不敢轻易透露真实姓名，还请陛下莫怪。近来京中阴雨连绵，湿气极重，不知
陛下的旧疼痛是否还会发作？普天之下，人人只关心朕的旨意，唯有你还惦记着朕那点陈年旧疾。那时的和煦叔父教我江山大义，教我天下万事，那份亲情虽短暂，却是我两世人唯一的慰藉。这些年你父母对你如何，朕心中已经有数。若朕得你这样一个女儿，便是当作掌上明珠一般，怎舍得苛待？或许是天命一说，也或许是沈瑶的性子和母亲如出一辙，更或许是父亲也相信我与他星宿相克，命中冲突。但无论如何，从今以后我与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相干了。去吧，在司药局好好历练，早日能独当一面，为民分忧。沈清，朕等你名扬天下的那一日。名扬天下，前世今生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这样的话。不是要我辅佐谁，也不是要我成全谁，而是要我为了自己，为了这天下医道。臣定不负陛下厚望，不负陛下，不负古医所学，也不负这两世的忍辱负重。折腾了大半夜，总算从乾坤殿回来了。这是负责司药园与上医卷的掌事女官崔修。微臣沈父见过崔掌事。末位女官并非只负责自己所学，洗衣洒扫、磨练品质，一样都是少不得的。微臣明白，定会尽心。陛下传召你一事，我已替你瞒了下来。若你想在宫中平稳度日，便不要肆意宣扬。后宫之中，想要生是得看准陛下的心意，但想要活着，便不能逆了与你共事之人的路。崔姑姑面冷心热，是在教我宫中的生存之道。今日这些衣物，你的同伴都已洗完，如今已经快要子时，你且抓紧吧。哎，好。姑姑，您先去休息吧，这些我很快就能完成。做事的时候莫要多嘴，我只知姑姑善理宫中贵人的衣着，负责陛下登基以来的所有衣物，却没想到她竟如此珍爱诗词，连休息时都要贴身带着。姑姑，都洗好了。今日你辛苦了，但明日也不能晚起，当值第一日断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记住了，谢姑姑教诲。宫中的生活其实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。阿福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儿个是太子选秀出结果的日子，那场面……宫墙之内每日都有新鲜事，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这事儿可不一样，说是沈家那位二姑娘因着额间那一抹罕见的凤尾胎记，在选秀当日入了贵妃娘娘的眼。贵妃娘娘直夸那是天定奉命，当场就册封了侧妃，只待良辰吉日就要抬进东宫了。沈瑶，你终究还是如愿以偿，爬上了那座你梦寐以求的坟墓。如今沈府可是风光极了，嫡女入选，沈府正张灯结彩，长街布施呢。但我好像听宫里几个资历老的嬷嬷念叨，说沈瑶并非是沈家嫡女，而是庶出。阿福，你家在京城也是大户，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嫡庶很重要吗？当然了，像我们这种庶女才会被送进宫里做这种又苦又累的差事。那些嫡女可都是要嫁进高门做主母的呀。
我的好阿福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嘛，那沈二姑娘她到底是不是庶女？她是庶出。果然如此，难道就因为她额间那抹凤尾胎记，就能麻雀变凤凰？这命运也太不公平了。你看，这叫地丁，产于乡间野地，随处可见，价格最是低贱，但它却是清热解毒、活血镇痛的良方。陛下近来熬夜批阅折子，双目涌痛，用此入腰是最合适不过。而这株是回车草，虽也有此类功效，但价格昂贵，且气味苦涩无比。陛下极不喜这股味道，因此饲药局很少采买。两相对比，若是你又会选哪类？那当然是选地丁了，便宜又好用，关键是陛下还喜欢。药草尚且不论贵贱，只看效果与个人体质，何况是人的敌弱之分。阿福，你懂得好多啊！虽然我听得有点绕，但我觉得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。想不到阿姐在家中沉默寡言，到了宫里却如此善谈。在家中木讷，进了宫倒是能说会道，可见阿姐惯会伪装。微臣饲药局采薇，给太子侧妃娘娘请安，侧妃娘娘万福。放肆！你竟敢如此阴阳怪气！侧妃亦是妃，官品高你数级，见本宫你也是要行大礼的。沈瑶自幼好强，最恨人提侧字。采薇，你这份心意我领了，但这无妄之灾，不能由你来受。微臣沈父参见侧妃娘娘，娘娘洪福齐天。阿姐，如今本宫入主东宫，还望阿姐莫怪，毕竟这原本该是阿姐的位置。太子待我极好，贵妃娘娘也是，这样泼天的福气，也不是谁都能消受的。阿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娘娘天命所归，自然是这样的。为了我出嫁，母亲操劳过度，如今都卧病在床了，阿姐在宫里想必还不知道吧？既然病上却毫无起伏，那自然是要请大夫好好瞧瞧的。母亲病了，阿姐竟这样云淡风轻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母亲竟然病了，微臣真是着急坏了。阿姐可真是木嫩性子，怪不得母亲不喜。娘娘说的极是，夫人确实是不喜微臣的。本宫今日入宫是来见贵妃娘娘的，如今时辰已经晚了。娘娘说的对，您确实该走了，千万让贵妃娘娘久等。这沈父怎么转了性？从前与他拌嘴，他总是自卑的不敢还口，如今怎么这般油盐不进，像个泼皮无赖？好玩你看你那个妹妹脸都要气歪了，太解气了。以后不要再为我出头说话了，在这宫里明哲保身才是正理。我才不管呢，这宫里我只喜欢阿福，我不护着你护着谁？原来姐妹之情竟是这样温暖的吗？不是前世那些无休止的陷害与竞争，而是随口说出的平淡却暖心的互赌之言。沈瑶，看来你也成了这深宫的局中人，单是为着崔姑姑的提点和采薇的这份真心，这深宫我进得值了。沈父，崔长叔要你去一趟。见过崔姑姑，不知崔姑姑找我有何要事？过几日是陛下生辰，他的服饰我都已做好了，宴会之前就由你来进献吧。这等露脸且重要的差事，通常是长侍女官亲力亲为，怎么不愿意去？微臣领命，定不负姑姑所托。你也不问问我，为什么要交给你吗？万一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是要你来替我背锅呢？姑姑不会的，陛下的事情，姑姑一向最是看重，断不可能拿此事来行低劣之事。
况且，以姑姑的人品，也不屑于此。回去吧，早些歇息。阿父，贵妃是太子的生母，以后她的事情你自当好好对待。是沈瑶，她是一个不肯吃亏的性子，自己在我这里讨不到便宜，便会找机会对我身边人下手。我该想到的，之前她在府中因绣功比不过我，便暗中责罚嬷嬷，还请姑姑告诉微臣内应，我不想牵连姑姑。沈父，你怕是要受些委屈。沈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生辰在即，你竟敢毁坏圣府！姑姑饶命，微臣不是故意的，微臣只是多喝了几杯酒，不知怎的就这样了。毁坏圣府乃是大罪，此事都不必禀报陛下，直接扭送永样责罚。姑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刑毕，半个时辰内，受刑者需自行走回司药局，若逾期，再责20。崔大人托了话，这些板子只伤皮肉，不伤筋骨。姑娘，委屈你了。我明白，多谢。惩处还远远没有结束，我须得在半个时辰之内走回司药局，这样才可避免再一轮的责罚。快走，会连累你们的。规定只说半个时辰内让你亲自走回司药府，可没说不许旁人陪同。你尽管走，我们在身后撑着你。阿父，今日你落难，我若是不管你，那以后便不配再和你共事了。阿父，我们陪你走。前世，我为了逃离太子的禁锢，也曾在这段路上拼命奔跑。可那时候，四周只有无尽的黑暗和追兵的马蹄声，我跑得胆战心惊，如丧家之犬。今日的路虽雨水漫漫，却光明永驻。翠秀，沈一女准时归局，谁也别想动她。沈父，我在司药局躺了半个月，期间还算太平。见我受罪，沈瑶和贵妃也不再生事。陛下生辰在即，当日宫里无事的内监和宫女都被安排告了假，连我们这些低阶的女官也得以享受半日闲暇。阿福，这些药长得都跟枯草似的，你到底是怎么分得清的呀？不难，按科目分，看药效剂，久了自然就刻在脑子里了。这些方子是前世那位惊才绝业的年轻医者在弥留之际教给我的，他身中蛊毒，却依旧心系苍生。算算时间，这辈子他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。阿福，出大事了，五皇子病了。五皇子，今日不是陛下下生辰吗？太医院的人呢？贵妃娘娘不许太医院去医治，说今日是陛下生辰，五皇子此时病重，乃是冲撞了陛下的福泽，是对圣上不敬。可怜淑嫔娘娘跪在地上求，贵妃理都不理。淑嫔只能偷偷叫了司药局几个当值的过去看顾，真是可怜。可听说是什么症状？听那边的宫女嘀咕，说是全身惊直，高烧不退，整个人都烧糊涂了。其他的，他们也不敢明说。惊直高热，这不是寻常风寒，是急惊风。再拖下去，孩子就毁了。不行，阿福，你疯了！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可贵妃本就因着太子侧妃的事对你不满，你此时过去撞在枪口上，他们定会活剥了你。正因如此，
我才更要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太子即位之前，所有皇子都有可能替代他。前世陛下在得知太子好色后，也曾动过废黜之心，而彼时一向不得重视的五皇子就成了他第一人选。我不信这中间会没有五皇子生母的手笔。淑嫔娘娘向来和善温婉，入宫前是京中名才女，生下皇子后却不争不抢，渐渐淡出众人视线。安分守己并不意味着此种人就难当重任，相反，越是处事不惊之人，往往越能担得起那高位。这一次，我想赌一把。救救婵儿，谁能救救她？都让开！想要五皇子活命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婵儿她……娘娘放心，微臣已稳住了心脉，等五皇子退烧过后，便一切无恙了。本宫多谢沈司仪，若非你拼死相救，婵儿今日怕是……医者本分，娘娘言重了。既然殿下已无大碍，微臣先行告退。沈司仪，请留步。难道他是在怀疑我的药方有问题？沈思瑶，你方才用的药方，可否让本宫一观？此方乃微臣家传，专治小儿急风风，请娘娘过目。果然是他。这药方你是如何得知的？快告诉本宫，药方的主人是不是还活着？他人在哪里？重生一事太过荒谬，绝不能提。回娘娘，微臣当年在乡下钻研医术时，曾偶遇过一位重伤的年轻医者，这方子便是他在临终前亲手托付给微臣的。那位医者已经逝去多年了。是我的错，终究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入宫的，不该的。父亲那样狠心，为了家族荣光送我入宫，又怎会真的放过他？是我。原来那位精彩绝艳的医者，竟是淑嫔入宫前的意中人。沈家为了攀附权贵牺牲了我，而淑嫔的父亲为了权力断送了两个人的终生。带走他，可救人。烦请姑娘将这银簪扔入壶中。他临死都要扔掉那枚簪子，是不想因为自己连累了在这宫墙中挣扎的他吧？娘娘，他临终前神色很安详，他救了很多人，这张方子如今又救了五皇子，他在天之灵定是不希望看到您如此自责。沈思瑶，今日之事，娘娘放心，微臣什么都不知道。多谢。那医者宁死也要丢掉银簪，是不愿让他在宫中为难，而他入宫多年，竟不知那人已化为荒野枯骨。这宫墙究竟埋葬了多少人的真心？还是走小路吧，莫要撞见正幸在上的贵人们。这种感觉不对。萧世宇，那个疯子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孤等你好久了，沈思义。见到太子为何不行礼？见过太子殿下。为什么？明明我已经重活了一世，明明我
已经拼了命逃离东宫，为什么还是躲不开这个疯子？听闻父皇很喜欢你，如今他身边用的药都是你在打理。不对，如果他也是重生的，他绝不会问这种试探的话。他不知道我知道他的真面目，他更不知道未来他会被废黜。回太子，微臣受陛下厚爱，自当尽心竭力。是吗？那让姑爷来好好厚爱厚爱你，可好？放开我！殿下自重！姑是看你端庄稳重，才有几分入眼，你莫要不知好歹。沈瑶那蠢货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你若从了姑，这东宫日后便是你的天下。终究还是逃不掉了。娘娘，神父，你救了战儿，我也救了你，我们算是一条线上的人。神父，我们做个交易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扶持战儿做太子，日后他登基，会给你想要的一切，不管是自由，还是这世界的尊荣。陛下待你极好，甚至连我们这些入宫多年的妃嫔都从未见过他如此耐心。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，求你帮帮我，也帮你自己，好不好？扶持五皇子，废除萧氏院，这本就是我这一世要走的路。如今有了淑嫔在宫中的势力支撑，胜算便多了一分。好，这交易微臣接了。好一个冲撞圣兽，朕的亲生骨肉命悬一线，太医院竟无一人敢动，这就是你治下的后宫。陛下息怒，臣妾也是为了陛下的万寿之喜着想，怕那兵器惊扰了御驾。惊扰御驾？朕看你是想要战儿的命。贵妃即日起剥夺统领6宫之权，禁足长乐宫3日，罚俸半年。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陛下开恩。战儿受苦了，是你这些年太委屈，才叫那些心狠下辣之人钻了空死。臣妾不委屈，只要战儿平安，臣妾别无所求。李德全，传朕旨意，淑嫔温婉贤淑，御赐有功，即日起晋封为正2品淑妃，执掌后宫部分事宜，以示补偿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此外，那名救活战儿的医女沈父，圣旨到，司药局医女沈父接旨。司药局医女沈父医术精湛，胆识过人，于五皇子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妙手回春，朕深感其才，特破例擢升为正3品沈尚荣，自执后宫医疗监察，钦此。微臣沈父领旨谢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阿福，那位祖宗又来了。这半个月，他一会儿月事不调，一会儿头晕恶心，真把司药局当成他东宫的后厨房了。阿姐，妹妹今日身子又不爽利了，东宫的太医瞧了，说是已有了1月的身孕。太子殿下心疼本宫，特意准本宫点名要阿姐去东宫贴身照料。恭喜侧妃娘娘。不过照顾皇室女眷虽是微臣的职责，但司药局女官并无入宫常驻照料的先例，臣可配好药方，供娘娘拿回东宫使用。阿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虽是司药局的女官，照顾皇室女子却是你的本分。你若再三推辞，若是惊动了贵妃娘娘追究下来，你可是又要吃苦头的。微臣只是按章办事，什么臣不臣的？阿姐，你还真把这女官当回事儿了。说好听点你是官，说难听点儿，在这宫里你不就是个伺候人的奴婢吗？看来沈瑶还不知道呢。五皇子病重一事惊动了陛下，贵妃已被重罚，淑嫔娘娘进了妃位，而我因救治6宫，已成了这后宫之中人人羡羡的沈尚荣。臣不才，昨日已被升为6品尚荣，并非娘娘口中的奴婢。
你凭什么？谁给你封的？陛下亲拟诏书，母亲也知道了。我问你，母亲是不是也知道你晋升的事情了？又是这样，即便她已贵为太子侧妃，身份尊贵，却依旧还是在府中时的那副德行，怕我夺了她的风头，更怕我的生母因此不再偏爱她。娘娘，您又何必如此呢？我在问你话，沈夫人有多爱您，您还感受不出来吗？如此小心翼翼的追问，倒真让人觉得您对这份爱可真是如履薄冰呢。你胡说什么？母亲自然是爱我的，毕竟我可比阿姐你这个亲生女儿更像母亲。哦，那臣恭喜娘娘像夫人。沈父，别以为升了官就能逃得出本宫的手掌心，这个东宫我是一定会让你去的。惹我不痛快，就是惹我腹中的小世子不痛快。到那时，本宫倒要看看你有几个脑袋能担得起这份责任。小世子，沈瑶，你口口声声拿这个孩子威胁我，可你真以为这孩子能生得下来吗？娘娘，这可是宫外寻来的秘方，服下药汁柔弱无骨，定能让殿下流连忘返。只要能留住殿下，这点药又算得了什么？虚华无力，才3月就有出血迹象，这哪里是安胎的脉象，分明是强弩之末。贵妃娘娘，您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臣妾腹中可是太子的骨肉，如今身子不适，想请阿姐，不，请沈尚荣来东宫照料。他竟仗着陛下的封赏，百般推诿。他分明是瞧不起东宫，瞧不起臣妾腹中的孩子。若是世子出了差错，臣妾可怎么活啊？放肆！一个3品尚荣，竟敢拿大到这个地步！去，让他来见本宫。阿姐若是能早日听我所言，今夜也不必得罪贵妃娘娘了。不知贵妃娘娘与侧妃娘娘如此费周章，到底是想要臣做些什么？本宫今日受了惊扰，觉得身子乏得很。听闻沈尚荣医道精湛，想来这推拿之师也是极好的。学医之人手腕之上多少有些门道。今夜就请沈尚荣为本宫捏捏腿。若是让本宫舒快了，便也算是你尽了自己的职责。捏腿，合着让我当婢女来了？贵妃确实懂怎么羞辱人，可她不知，前世这样的活我不知做了多少。姑的这些将士们操练辛苦，你既然擅长穴位之术，便去给他们松怀松怀。跟前世相比，今生这点羞辱，比起当初的炼狱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为贵妃娘娘做事，便是为陛下分忧。难道阿姐贵为上荣，便瞧不上这伺候人的活儿，不肯为娘娘尽忠吗？够了！你是要把本宫的骨头捏碎吗？微臣知罪，微臣简历。哼，没吃饭吗？轻飘飘的，像没长骨头。娘娘，看阿姐这满头大汗的，怕是也渴了。阿姐，先别忙着捏了，去给娘娘把茶续上。太烫了，这粥凉了，本宫吃着不顺口。沈尚荣，你就在这儿亲手给本宫搅温了。罢了，越揉越酸，想来是你这份心思没用对。娘娘宽宏，阿姐终究是刚升了上荣，怕是把心思都花在官职上了。既然如此，沈尚荣，出去跪1个时辰吧，让晚风吹吹你的脑子，也省得你在本宫这儿碍眼。是，尚荣便跪在这儿吧。这儿虽偏僻，但却不会再招到娘娘的烦。以后还请尚荣知分寸，莫要再惹娘娘气恼了。哼！我还以为沈瑶会有多少高超手段呢，原来也是黔驴技穷。
储秀殿回来的。是，惊扰姑姑了。伤了不能白伤，既然受了罪，就去该去的地方，让该看的人看见。谢姑姑成全。今日你是怎么了？回陛下，微臣无事，只是方才走路不慎跌了一跤。陛下，沈尚荣这哪是跌跤啊？奴才听说今儿个沈尚荣在长乐宫给贵妃娘娘揉了一下午的腿，末了还被罚在碎石路上跪了1个时辰。贵妃倒是越来越有皇后的气度了，连朕亲封的尚荣也敢如此折辱。侧妃那个儿媳果然是像极了他。今日温太医来向朕请命，说是南郊发现疫情始发之状，需人前去查看。他明日启程去查看，你便也跟着去吧。臣好像尚无随行出宫的资格，按着大启宫规，只有4品女官才可自由出入宫门为陛下采买，而微臣不过是区6品。所以你好好学，好好做，最好立点功回来，朕才好给你升官啊。臣多谢陛下赏识，微臣定不负陛下圣望。起来吧。陛下对沈尚荣当真是好，连奴才这种在御前伺候了半辈子的人，瞧着都羡慕得紧呐。不过这也是尚荣自己招人喜欢。哎呦，瞧奴才这张破嘴，真是该死！你这老东西，就属你话多。朕若得这么一个女儿，也该是如此的。我要是能有陛下这样的父亲，便好了。陛下，臣先回去准备，臣一定竭尽所能，不辜负陛下的信任。明日南郊之行，虽能避开后宫纷扰，却也是凶险万分。那里的疫情传闻来势汹汹啊！沈尚荣医术高明，吉人自有天相，陛下不用担心。沈尚荣，关于方才你问的那篇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伏邪之说，老朽以为……沈尚荣，此处便是贵府了，离京在即，你要不要回家看上一眼？不必了，那里的路我早就走完了。算算日子，沈瑶刚传出喜讯，他自然是急着要去看望的。瑶儿如今怀有身妇，你为何还要在宫里处处与她作对？你既然侥幸得了陛下赏识，就更应该明白，那是陛下看在我们沈家和太子侧妃的面上，不然就凭你这种命格，怎会得到天子瞩目？瑶儿如今怀有身妇，你为何还要在宫里处处与她作对？你既然侥幸得了陛下赏识，就更应该明白，那是陛下看在我们沈家和太子侧妃的面上，不然就凭你这种命格，怎会得到天子瞩目？被伤过那么多次，为何还要对母亲心存慧心呢？这么多年，他向我走来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可次次都是有骂。沈夫人，老祖乃太医院温从，沈尚荣此番是随老祖出城办差，并非有意惊扰。沈铺天资平庸，大人也不必太过费心，免得送得他嚣瓤跋扈，失了规矩。夫人言重了，沈姑娘在宫中变药施针，天资聪颖，何来平庸一说？大人有所不知，这孩子3岁才会开口讲话，反应迟钝，不及瑶儿1/2。若这还不算平庸，那天底下怕是没庸才了。不该在此停留的。不管我在哪里，母亲对我的贬析都是一样的。我只笑我自己为何还要自作多情。母亲上前的那一瞬间，我总还关心我。温大人，我们走吧。温大人，车行太慢，咱们弃车走小路。好，南郊百姓等不得，走。
前方瘟疫横行，上头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违者格杀无论。老夫太医院温从，奉旨查看疫情，还不快快放行！温大人，你看，这疫情竟如此惨烈，若进不去，老夫纵有回天之术也无处施展啊！青死淤血，并非寻常鼠疫，倒像是水毒入体。不对，前世南郊离京城这么近，若有如此规模的瘟疫，我绝不可能没听说过。南郊大雨泄洪，下游百姓死伤无数。这帮地方官只会要银子，父皇让姑去查看，姑就在城郊转转便是。那泥泞之地，没得脏了姑的靴子。前世南郊绝户，官员上报是谢行淹死，萧师爷又草草了事。如果根本就没有什么谢行呢？因为若是水灾，朝廷自会拨款救治；而若是疫情，官员们唯恐避之不及，倘若形势严重，陛下并会追究本地官员责任。真是好一群百姓父母官，原来骨血里流的竟是黑血。住手！他还没死。还没死也快了，进了这儿的就没个活口，走开！可他还能活？若他真的活不了，我自会亲手安葬。可如今他既然还有生机，那我就绝不会弃他于不顾。药草太少了，装备也不全。沈尚荣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老夫打算亲自下山去寻求本地官员救助，哪怕是借些药材也好。大人万万不可！此番疫情疑点重重，根本没有什么谢行，而是有人为了掩盖罪行，故意投毒封锁。这简直是丧心病狂！若真如你所言，那下山寻求官员救助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他们既然敢做，就绝不会让真相传出去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还是即刻回京，进宫找陛下亲自禀报为好。唯有天威才能压住这群恶鬼。大人回宫之前，切记不要暴露自己身份，更不要透露自己来过南郊，万事小心。喝下去，快喝下去！若是这一晚进不去，你就真的没命了。这药方是根据脉象心调配的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沈父，你醒了？你认识我？我是颜宁。她就是前世太子从青楼带回的那个女人。莫非你也是重生的？前世萧世伟纳我之后，也曾从青楼带回一个娇媚女子，藏在偏殿，半年不许我们相见。那时众人皆因她的出身而唾弃她，直到后来她在自己的生辰宴上拼死把匕首刺向萧世伟，我们才知她入东宫并非是为了荣华富贵。你前世进宫是为了报仇，我阿姐死在她手中，被她虐杀折磨。我入那地狱本就不是为了荣华富贵，只可惜前世我那把匕首终究还是太慢了，连她一根汗毛都没伤到。重活一世，我拼了命的攒钱，想带着阿姐远走高飞，逃离那个魔窟。可我没想到今生的轨迹竟然变了，
阿姐被他夺走的时间提前了整整3个月。等我带着赎身钱赶到时，见到的只有阿姐冰冷的尸首。我一路追查到南郊，却不小心染上了这所谓的疫病。重来一世，我到底还是没能救回他的命。原来你也从未放弃过拉他下地狱。沈姑娘，你我皆是死过一次的人，你贵为上荣，得天子青睐，难道你就不想报仇吗？待我痊愈，沈姑娘，你想想法子，将我引荐给太子，好不好？引荐给太子？你刚从那泥潭里死里逃生，如今又要一头扎进那个深渊。你不必疑虑，我就是疯了。前世今生，我这副残躯活着的唯一意义，就是为了报仇。你没有见过我阿姐，自然也不会知晓她对我有多好。年幼时父母双亡，是阿姐自愿入了青楼，用她的皮肉钱来养活我与阿弟。她也是清清白白的女子，为何命运如此不公，竟叫她2世都断送在那禽兽之手？太子迎亲那日，红妆10里，锣鼓喧天，可我阿姐却化作一具枯骨，无人问津。若我此生不能亲手剐了她，为阿姐报仇，死后也绝无颜面再去见她了。颜娘，你阿姐若是在天有灵，她一定只想让你这一世能好好活着，远离那些安杂事。不，我一定要为阿姐复仇，否则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有些执念，比起劝她放弃，还不如助她一臂之力。好，我帮你。今生与前世不同，前世你入东宫是孤军奋战，可今生你身后有我，亦有淑妃娘娘。消逝时，你欠下的血债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，那些被你践踏的魂灵都会从地狱里爬出来找你。陛下，南郊官员名为封锁疫情，实则草菅人命。若非沈尚荣拼死查探，那万千百姓怕是都要成了一堆白骨啊！好，真是朕的好臣子。传朕旨意，南郊知县及相关官员即刻打入死牢，查抄家产以充灾银。命太医院拨调10名精干太医，带齐药材，火速驰援南郊。至于沈尚中，命他统领南郊女恩护之事，务必保全百姓。大嫂莫怕，我是尚荣，专门来照料你们的。多谢尚荣大人，若非您在，咱们这些妇道人家真是没脸活了。太医多为男子，认诊女子向来避讳，有沈尚荣在场，真是方便了不少。第一场秋雨，这场噩梦终于要过去了。疫病彻底平息了，尚荣，我们可以回京复命了。听说了吗？东宫那位新纳的颜卓，当真是狐媚转世，迷得太子殿下日日宿在他屋里，可不是吗？为此，陛下在御书房发了好大的火，连贵妃娘娘去劝都被顶了回来，说是太子如今谁的话都不听。听说颜娘被太子殿下，听说这都什么天降？颜娘，你的计划终究是开始了，这东宫的火只会越烧越旺。南郊一役，你救灾民于水火，更全了皇室与百姓的情分。朕说过，只要你有功，朕必不吝封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擢升沈父为正四品上宫，执掌后宫内务及医疗监他，钦此。微臣沈父领旨谢恩。这不就是我前世日夜盼望，却始终不可得的样子吗？端庄沉稳，
坚定。相由心生，前人诚不我欺。微臣沈父参见贵妃娘娘，参见侧妃娘娘。本宫乏了，你们姐妹叙叙旧吧。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？在我身下勾磨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一朝得势，成了4品上宫。沈父，你心里该是笑开了花吧？微臣所得，皆是我努力来的。娘娘若有此志，大可一试。可你别忘了，如今我才是太子侧妃，我肚子里怀着嫡皇孙，任你官位再高，也不过是个伺候人的。只要这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是未来的皇后。你和我相比，到底还是不如我的。娘娘，守着这些虚无的权力与名分，你一定过得很累吧？这样如履薄冰，日日算计着活着，真是太艰难了。住口！艰难活着的人是你，是你沈父，是你从小就不被母亲疼爱，是你从小就愚笨不堪，连3岁都不会说话。而我天生奉命，我有父母全部身心的偏爱，有贵妃娘娘的欢心，还有太子的独宠。独宠，不见得。没关系的，母亲会帮我的，沈家会帮我的。太子宠爱那个贱人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有皇嗣，我妃后还有整个沈家支撑，而你沈妃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好可笑的一句话。即便我无父母疼爱，没有手足相助，但我有着一身官职，有着一手活人无数的医术，有陛下的信任，有崔姑姑和嬷嬷的关爱，还有饲药局那群同生共死的姐妹。我有我自己，有我想守护的人，这便足矣。毕竟我沈父靠的从来都是我自己。沈上公，沈上公，沈府那边递了信儿过来，沈夫人请您无论如何出宫一趟，说是侧妃娘娘发动了，情况颇为不顺。夫人听闻您擅长妇科，请您去救救命啊！你去回复沈夫人，就说我天资平庸，不及侧妃娘娘1/10，不配为贵宫的太子侧妃接生。可那是上宫您的亲妹妹啊！沈夫人说了，那是太子的血脉，若有个万一，沈家担不起啊！是啊，我的亲妹妹呢？当年她说我平庸无能，3岁才开口时，可曾想过，我这平庸之人，也有能救她命的一天。那段日子，身不得自由，心不得安宁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踩在烧红的炭火上。沈瑶，你亲手把我送进那个地狱时，从未想过会有今日吧？哼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也是沈家欠我的。阿福，东宫那边有消息了。说吧，沈侧妃生了，是个死胎，产后血崩不止，太医费了9牛2虎之力才保住命，只是侧妃娘娘伤了根本，恐怕以后都不会再有孕了。死胎，这也是她的命。沈夫人昨日在宫门口哭了大半夜，今日怕是还要来寻您。太子殿下大怒，东宫现在乱成一团，他来寻我又能如何？难道要我去给那死胎偿命吗？沈夫人，这里是上宫局，在御前正4品官面前动粗，你是嫌沈家的命太长了吗？沈父，瑶儿是你的亲妹妹，是沈家指望了多少年的凤凰，为什么你要毁了她？为什么？她如今没了孩子，我的瑶儿，我的可怜的外孙，他们有什么错？他们母子就是因为与你这个克星命格相克，才会遭此横祸。你这个扫门星！命格相克，沈瑶的孩子死了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真要追究起来，那我的孩子呢？
那个被你和沈瑶亲手害死的孩子，他又有什么错？你命格与瑶儿相合，如今太子宠你，万一你有了身孕，定会克了瑶儿未来的孩子。这碗寒汤，你必须喝。我生你时险些丧命，如今你喝了这药，也算是偿还了当日我生你的痛楚。自此，我们两不相欠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时我已经有了身孕。3岁怕你抱我，5岁怕你推我荡秋千，7岁高烧时梦见你叫我妇儿，9岁跳河时还想着你会不会为我掉眼泪，14岁你接我回府，我以为是弥补，原来这都是我自作多情的妄想。沈夫人怕是失心疯了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拉下去找个僻静地方好生医治，日后不要再让他进宫了。你敢！我是你生母，你这个不孝子！沈夫人的心肠太毒，血太脏，我怕你站在这里脏了我们司药局的地。滚开！你这个怪物，别碰我！瑶儿，我是母亲啊，母亲是来疼你的。疼我？你是在疼你那个疯命的梦吧？是你亲手杀了我，杀了我的孩子！滚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！他还是在那般闹吗？有没有又在背地里咒骂我？侧妃如今只见不得沈夫人，她视沈夫人如洪水猛兽，所有的恶毒怨怼之言全都给了夫人。我暗力去调养她身子时，她突然清醒，还让我转告你2句话。她说什么？对不住，你的一生终究是被我毁了。阿姐，你快看，是雪，是漂亮的雪。瑶儿慢些跑，阿姐看着呢。我们之间总归是回不去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沈家那个福薄的，白费了本宫的一番筹谋。沈瑶失了孩子，贵妃便生了这场病，她哪是心疼孙儿，分明是心疼少了一个取悦陛下的筹码。沈上宫，南郊归来倒是越发有官威了。那种眼神和前世一模一样，他对我果然还是贼心不死。不能再等了，多等1分，颜娘和我就多1分危险。贵妃母族势大，萧世隐又是长子，若非谋逆叛乱之类的大罪，陛下绝不会轻易废除。大罪，能让他万劫不复的大罪。阿福，阿福。年下太子要登城门为万民祈福，今年的祈福法服是由上医局亲手制作。姑姑，这法服与司药局何干？您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姑姑在宫中20载，
一向与人为善，与后妃们相处也极尽和睦，怎能突然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？姑姑您在说什么？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！徐贵妃害了我唯一的女儿，我如今折她一个儿子，也不过是因果报应，算不得什么。从未听闻崔姑姑还有过女儿。你与淑妃在御花园那晚，我都听到了。那夜我听采薇说你执意要去救助五皇子，心中担忧，便也跟了过去，却不想在那假山乱石后，发现了你们的秘密。阿福，太子谋逆，这样的罪名若落实，便无人再敢保他。阿福，你不必怕我。这宫墙之下，谁还没点见不得光的秘密？我既已存了害他的心，即便今晚没有你们，我也是要去做的。你想做的尽管去做，做不到的，姑姑来帮你。就是在那一夜，我终于知晓了，为何在这深宫之中，姑姑此生都未嫁人，却又偏偏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医女如此照拂。她才5岁，生得粉雕玉雕，最是爱笑。那日跟着小公主在太岳池边捉蝴蝶，不过是撞见了太子的丑事，童言无忌说了几句，那畜生竟亲手将她推下了冰冷的湖心。封口！当夜所有在场的下人，一个不留！啊！大人，是太子推的。这里面的药粉遇水即燃，且能让丝线上的龙纹在瞬间变色，如浴血而生。萧世言，困了我整整2世的噩梦，如今也该与你做个彻底的了结了。阿福，这便是他这一生的终点。去吧，2世的债，今日便要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并偿还。沈上宫，大节下的还亲自来送医，既来了，那便陪姑乐一乐，可好？殿下之命，微臣怎敢不从？殿下，从前都是奴家不好，性子太拗，还请殿下莫要因小女子一时的任性而牵连了沈家。沈瑶虽废了，但若有你在姑身边，姑倒觉得更有乐趣。放心，沈家也是姑的仪仗，姑自然不会冷落。奴家今夜愿在偏殿服侍殿下，只等殿下承文庆典归来。等姑回来，这江山与你皆在姑手中。此药副作用极大，你为何还要以身试险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萧世然是习武之人，感官远超常人。此药若是你服侍他时撒下，他闻到异样必会察觉。而我精通穴位，方才在他怀中，我以跳舞为掩护，指尖点在他耳后的翳风穴，药力顺着穴位入体，他只会觉得心潮澎湃，绝不会起疑。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那些伪造的谋逆书信，陛下圣明，未必会全然相信。若到时候事情败露或存疑，大理寺重刑拷打你，那也总好过与那个禽兽日日共存、强颜欢笑的煎熬。历经2世，我心坚若磐石，绝技不可改转。沈姑娘，你且去司药局等我的好消息。
下雪了。是啊，这天阴的厉害，怕是一场大雪。只要这白茫茫的大雪下了，掩盖掉所有的安藻与血腥，这方天地也终会焕然一现。连日的忙碌与焦虑，让陛下整个人都显得疲惫不堪。陛下待我这样好，可我却如此算计他的长子，算计他的江山继承人。若来日东窗事发，陛下会怨我吗？来了怎的也不说话呀？今日怎么空手来的？朕都饿了。你往常不是总带着些精致吃食过来吗？臣这就去做，陛下且等等，很快就好。莫要做太多，朕最近胃口不是很好，做多了只怕要浪费了。天子英明，可太子却无德无才，暴虐成性。江山万民和最爱的长子，陛下，您在这座深宫里做了这么多年，又该如何取舍？陛下的长寿面，我只想亲手为他做这一碗，哪怕这是最后一次。龙袍加身，太子继位，万岁！万万岁！龙袍加身，太子继位，万万岁！万万岁！父皇老矣，这天下早该是孤的。朕乃真龙转世，何须再等那老狮子的年寿？逆贼篡位，拿下！放开朕，朕才是天下之主。父皇，你不过是个将死的老头子，快把玉玺交出来！快把玉玺交出来！启奏陛下，颜娘深明大义，在东宫搜出了太子与朝中逆臣私通的谋逆书信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圣裁。费了这么多年的苦心，两世的噩梦，终于在这个雪夜结束了。秀儿，你这是为何？陛下当真不知吗？还是在您心中从未有过我们的阿念？我是前朝的公主，自然不敢侍奉陛下左右。可阿念是无辜的，她溺水身亡时不过5岁。敢问陛下，您午夜梦回，可曾觉得愧对于她？只因她身上流着前朝的血，陛下就如此忌惮我们，连她被太子亲手推下水这种惨事都不曾追究半分。朕没有忘记过我们的女儿，只是当年徐氏贵妃母族独大，前朝余孽未清，局势不稳，朕若动了太子，便是动了国本。您总有理由，为了您的江山，为了您的稳固，阿念便成了可以随手丢失的弃子。既然事已如此，大仇已报，还请陛下赐死臣妾。秀儿，
原来阿念竟是陛下的亲生女儿，为了权衡，为了江山，她舍弃了挚爱与亲骨肉，而我为了复仇，又在这道伤头上狠狠撒了一把盐。这宫墙之内，到底埋葬了多少人的真心？陛下，您这一生真的赢了吗？阿福，颜娘走了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她是早就想好这一步的。死前在狱中，她咬死了太子谋逆一事，甚至留下了一封指认太子强抢民女、残害忠良的万言绝笔书。只有这样，太子谋逆的铁证才不会再被翻搬。她是太子宠妾，日夜出入太子身旁，只有他以命相抵，一切才会更有信度。他用一条命换了萧世燕彻底的毁灭。颜娘，你终究还是选了最烈的那条路，为了报仇，你连给自己留个活口都不肯。两世为人，我终于赢了。可为什么我在这盛世繁华的灯火中看到的却只有一片刺眼的鲜红？姑娘，您都睡了这么久了，南郊的百姓都供了您的生辰牌位了，您怎么还不肯醒？姑娘，娘，您可终究还是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宫里现在如何了？姑姑已经出宫去了感业寺修行，淑妃娘娘正式晋封为贵妃，如今掌管6宫。五皇子已经康复，被陛下带到大殿去亲自教导了。废太子呢？已经在送去琼州的路上了。听说在那儿牢里，废太子清醒后疯狂攀咬您和贵妃娘娘，说你们勾结谋逆。可太医说他那是受了刺激，失了理智，满口胡言，陛下没信，想来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。阿福，陛下传下旨意，说若你醒了，第一时间便要去见他，他有话要问你。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利用他的信任算计他的长子，这件事情终究是我对不住陛下。陛下，若你问起真相，臣该如何自处？朕曾说过，只要你立了功，便为你加官进爵。如今便封你为正3品上仪，可好？陛下，微臣罪孽深重，当不起如此厚封。今日别叫朕陛下了，再叫朕一声叔父吧。叔父，关于废太子一事，那件法服臣有罪。这不怪你，朕久居深宫，对太子的作风并不全然知晓，直到数名大臣联名上书控诉他的暴行，朕才知晓他的本性。无论这中间是否掺杂了你们的私怨，但太子品德不佳、无才无能，却都是铁一样的事实。阿福啊，朕不怪你，朕怪的是朕自己，是朕教子无方，
是朕优柔寡断，才让这江山险些毁于一旦。朕累了，你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高位之处，亦是孤独之所。叔父，这江山你守住了，可这心，怕是彻底空了。阿福，你是不知晓，太子谋逆的消息传出后，沈家也彻底塌了。沈大人不，沈红也受了牵连，虽没丢了性命，却已被剥夺官位，全家贬黜到了苦寒的边地。阿福，听闻这些，你心里还会伤心吗？并不会。如今再听闻沈家二字，心中竟掀不起半分波浪，仿佛那只是街头巷尾一段毫不相干的闲话。原来真的不在乎了，那些纠缠了两世的记忆，竟然也都跟着淡忘了。采薇，过几日我打算南下，古书里记载了几味罕见的药草，只在岭南一带生长，我想去寻一寻。你想去吗，李尚宫？李尚宫，怎么样？李尚呼？阿福，我什么时候成上宫了？自然是我亲自向陛下讨来的封赏呀。你不是说这宫里你最喜欢我吗？那我肯定要给你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，才能让你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南下呀。阿福，我以后的江肘贴，食物都先给你吃，我再也不跟你抢了，全部都给你。临行前，有一事，臣始终觉得该告知娘娘。前世她在弥留之际，手中曾死攥着一枚银簪，但在最后一刻，她托臣将那银簪丢入了深湖之中。她并非是觉得您无情，只是她愿您能过得更好。那枚簪子上刻着您的闺名，她亲手毁掉它，是在保护您，不想让这成为您的软肋。此事本宫知道，与陛下无关，可本宫这心里……自古君王多薄情，可真正动手的却是他的亲生父亲。为了权势送女入宫，再亲手害死他的爱人，这样的孽缘，谁又能说得清？五皇子如今深得陛下赏识，储位指日可待。娘娘如今贵为贵妃，万不可因往事行差踏错。本宫明白，为了战儿，本宫会是大庆最合格的贵妃。我无心再管这些旧事了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，我替不了旁人，也救不了所有沉溺过去的人。好在萧灿是个好孩子，若他日后能成为一代圣明君王，或许也能稍稍弥补这一代人的冤孽。烦请小师傅再通传一声，沈福离京在即，只想见姑姑最后一面。崔居士有言，带发修行，便是半截入土之人，不便再见红尘旧友。居士请大人早些赶路吧。姑姑怎能如此狠心？这一去，怕是再无归期了。他终究还是放下了，不肯见，是不想再勾起那血色的旧梦。这是居士的前尘旧物，他说寺内唯有香火可燃，恐污了佛门清净，托大人带出寺外烧个干净。多谢。这些诗每一行每一句，竟然皆是出自陛下之手，
这不是姑姑平日里最爱看的那本吗？怎么会是……他们曾经也是深爱过彼此的吧？一个是前朝遗孤，一个是今朝帝王。世事苍茫，情与怨之间早已再难区分。烧了也好，烧了便真的两清了。安儿，慢些。师父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他在世上已举目无亲，颜娘林妙将他托付于我，此后我便要护他一生周全。阿福，咱们这一走，以后真的不回来了吗？天高地阔，何处不为家？京城的雪太重，我想去南方瞧瞧。师父，南边真的有很多古书里的药草吗？有，还有你没见过的岐山秀水。告别了，这吃人的宫墙，告别了。沈父，这一世，取而代之的是如晨曦般清透的，你终于为自己而活了。